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拥有13年海外资产配置以及移民经验的芬蒂小姐姐，非常开心的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护照这个事情。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，就是说最近市面上有很多护照项目，到底是我是怎么去看待的呢？我给大家简单分为3大类那第一大类的话就是欧盟护照，第二大类土耳其护照，第三大类加勒比岛国护照。因为我讲话的话就比较快，而且思路比较简洁通透，所以大家一听就懂。请你们做好笔记。第一对国家的话就欧盟护照，大家都知道2018-2019年的时候，这段时间的话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国家护照项目停止了。停止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很简单，因为半岛电视台去报道的时候，在一个出租车的时候，发现出租车司机都在卖护照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他的反洗钱法几乎是没有尊重欧盟的，是你只要有钱跟开方 OK 的话，通过律所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全部做完，整个就违反了欧盟的反洗钱法。这个时候2018-2019年的时候，轰动全球的塞浦路斯国际项目的话立刻暂停，而且是永久暂停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塞浦路斯是200万欧元，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的话，将近2000万人民币的，是欧盟护照的话就暂停。欧盟护照的话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在推捷克护照、荷兰护照，还有比利时护照，还有保加利亚护照，说10几万欧元的话，在某红书上有大量的人在做这种假护照项目。我怎么认为它是一个假护照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欧盟护照的价值的话，就是大概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。现在大家可有参考的一个对象就是马耳他护照，马耳他护照现在是一个人办理的话是100万欧，其中80%是捐赠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大家应该知道相当于是一个人的价格的话750万，杂七杂八都加上的话，我们算800万人民币吧。那你至少一本欧盟护照的价格是不能低于800万人民币的，它怎么可能去卖到10几万欧元？他怎么去卖的吗？因为很简单，他去买一些护照使用过的机子，买一些本儿，然后去印出来。那这种护照的话，只要通过了电子，因为现在整个在疫情之后的话，全部都是电子了。那这个时候你会被抓起来，并且你会被判刑。所以不要再去相信这些所谓的护照10几万欧元，这个就是在欧洲很盛行的5000欧的假护照嘛。擦亮你们的眼睛大家要知道欧盟护照的价值。那我们话说回来呢，第一梯队的话，现在欧盟在售的项目的话是哪个国家呢？那就是马耳他。马耳他是一直以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办理的马耳他护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全球东西184个国家的全球顶级护照，免签美国。马耳他又是欧盟护照，可以一步到位去拿。欧盟护照它是整个护照现在在售里面最具有能量的护照。当一个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的话，海关拦截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大使馆会出面保这个人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美国护照包含欧盟护照的持有者的话，将具有更大的安全，更受这些国家的保护。但是如果你拿了一本其他国家的护照的话，那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时候，那这些国家大使馆不会出面去保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。那第二呢的话，欧盟护照的话，它是整个护照体系当中跟美国护照是同等梯队。那大家知道美国护照的话，它的价值如何的话，那你要说美国护照的话，7000万人民币的话，我觉得有大批的人就可以去买。欧盟护照的话，那它的价格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高。但是马耳他护照的话，它现在的仅剩的名额并不是很多，还剩300多个名额。那它是荣誉公民，那卖完即刻全部暂停。所以马耳他护照的话也将会成为历史，而马耳他护照在欧盟范围之内的话已经被欧盟告上法庭，因为他在售卖欧盟护照，这是绝对禁止的一个事情。但是马耳他还是在公布法律，还是在卖，所以的话只是名额的话，卖完之后就即刻暂停了。那马耳他护照它是因为马耳他缺钱吗？马耳他并不缺钱。马耳他去年的话，2022年的话，在全欧洲的经济发展上，它已经是经济发展速度最猛的一个国家。它缺的是什么？它缺的是人才，它需要这些企业家，而且它的背调非常严格。马耳他的背调走的是3个体系，第一个是美国的 FBI， 第二个英国的情报部门，第三个是第三方机构。它这个申请人的 applicants 的话，它是非常优秀的，而且它是需要这些人才来到马耳他去给马耳他国家做贡献的。马耳他并不缺钱。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，第2梯队土耳其护照，第3梯队加勒比。那如果条件比较好的申请人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建议申请第1个马耳他。那第2个的话，就市面上炒得比较火的，就40万美金的土耳其护照。第3梯队就加勒比，以格林纳达、圣吉斯、圣鲁西亚、多米尼克这些国家为首的加勒比。那这2个的话，我们在一起对比的话，他们的优缺点如何呢？土耳其的最大的优点是它背调几乎没有，那我们就比较
简单粗暴，我们只需要给40万美金扔进去，买个房子即可拿护照，对不对？8个月的时间到10个月的时间，最慢的话10个月时间拿到护照了。因为岛国护照的话，其实它相对而言，它绝对是比土耳其严格的。相对而言的话，加勒比护照赢在哪里？便宜，通常的价格是在10万美金到22万美金不等。这里面最贵的当然是格林纳达护照，其实最好的一个护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免签的话是有一个可以做的E2，我们在美国可以拿到美国的这个长期居留身份啊。那土耳其护照的话，跟格林纳达护照的话，目前针对俄罗斯护照的申请人来说，它是开放的。这一点我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，因为很多人持有俄罗斯护照，看我频道的有很多是中国客户的话，他放弃了中国护照拿到了俄罗斯护照，但是他办不了欧洲其他国家，因为全部的俄罗斯护照关停了。那他能办的国家只有2个国家，一个是加勒比的格林纳达，第二个就是土耳其。这个格林纳达的话，它也可以通过E2办到美国，当然它的价格就是22万美金的股权投资。所以如果申请人的话，我觉得条件比较不错的话，还是鼓励大家取格林纳达护照的话，其实要更有优势一些，因为每一个这个护照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，大家要理解这一点了吗？这个各个国家在制定它的标价的时候，就能想得很清楚了。就像我们买衣服一样，爱马仕的价格能跟普通的义乌的价格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土耳其护照的话，它适用的人群的话，其实就是简单粗暴，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背调。3年之后的话，你可以把房地产卖掉，也就白嫖一本护照。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说，那卖掉的时候价格如何？我觉得性价比和价格平稳就可以。在今年的话，出现了第一批2019年要出售房产的客户，如果你买的地段是在伊斯坦布尔1区，我们在 Taksim 附近的话，那我觉得价格的话会非常的好，因为土耳其这几年的话，尤其伊斯坦布尔市场的话，一路飙升，因为俄罗斯人的话直接把整个房价干到一路飙升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加勒比的这个优势。加勒比其实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免签欧洲，这一点的话的确是土耳其不具备的，因为土耳其打死都入不了欧盟。为什么？因为土耳其的宗教信仰是欧盟绝对禁止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很多人都在吵说啊，土耳其有一天能够进入到欧盟是不可能的，绝对是不可能。所以加勒比在这一点的话，它的确有优势的，它可以免签欧洲，价格比较低。所以这个就是加勒比护照的优势。那人呢适合预算有限呢，那也想在欧洲畅行的人呢，那这个大家就是自己去定义好了，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去选，因为它每一本这个护照所对应的人群不一样，所以把你们想要了解的护照的个人问题的话，大家不方便留言区留言的话，因为各家情况不太一样的话，大家可以私信我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也感谢大家这个持续以来的对我这个频道的关注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更加接地气并且更加干货的知识，请大家收藏这个我的栏目。感谢大家收听。